这个男人单身了18年，小丑女在眼中是这般眉清目秀。男人看着小丑女差点流口水。突然有人告诉他 ，Yo, you've been made。是佛波伊要抓他，男人转身就逃。这时，小丑女华丽转身铁上划伤佛波伊，接着一个烟雾弹瞪子，杀马特少年一个滑板放倒，然后离开。男人逃到停车场，有一辆摩托车追了上来，开车的是一个美女。男人掐指一算，今年桃花有点红。女人举高双手走向追过来的佛波伊，突然他就不乖了，对佛波伊动手动脚。几名佛波伊在他手下竟然撑不过10秒。男人从没见过这么凶残的颜鬼，被吓到了，没反应过来时就被人绑了。有人要见他，暗杀学院的林校长。林校长说：“我知道你杀过人，现在给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将你的天赋用在对的地方。”男人看着眼前的深井兵，夸他们真可爱，然后果断离开。男人叫小凡，目前的职业是流浪汉。小凡命犯天撒孤星，小时候父母被跳楼的深井兵一击带砍，在孤儿院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室友发疯带走了孤儿院所有人，一把火烧了孤儿院。小凡背了黑锅流落街头，时刻警惕佛波伊的追捕。天桥下是他唯一能安心睡一觉的地方，在这里，流浪汉中的霸主犀利哥总是欺负他，还拿走了爸爸的照片，偶尔想反抗只能换来一顿揍。这天晚上，他从林校长那里回来，佛波伊已经追查了这里，他已经无处可去。腊月寒风绵绵细雨，小凡想了很多，也许是时候该解脱了。女人沙亚找了过来，她说：“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苦无依。”然后给了小凡一点安慰，带走了小凡。小凡18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温暖，再次见到林校长。林校长说，他的父亲当年被骗来旧金山挖金，历经苦难后创办了这所学校，是为了正义。Some people deserve to die。小凡喜去凡尘，换上新校服，拍了学生照，到管理员大妈那里领学习资料，兴致勃勃地迎接新的一天。而这所学校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和谐。第一天上学就与之前帮过他的威利擦身而过，想跟沙亚打招呼，沙亚却把他当空气。只有小丑女玛利亚显得很热情，但她是有目的的。没说几句，玛利亚的男友齐哥就来了，掐住玛利亚。小凡看不下去，想帮忙，齐哥转身给了小凡一拳，还扬言要杀了小凡。突然看到执法者才收手，撂下狠话：放学不要走。第一堂课是化学课，像普通的校园生活一样，不时来点小恶作剧。同学老鼠和苏美人合作，在他饮料里加点料，很猛的料。当他还想打扰苏美人时，突然就有点急了，举手想去上厕所，老师却不让。作为一个杀手，维克托大意了，这是对他的惩罚。课堂的气氛瞬间被引爆。在武术课上，玛利亚还是故意接近小凡，另一边维克托对上了老鼠，老鼠直接被拆掉一只手。小凡被吓到了。这里是一学校150，老鼠来食堂找小凡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他说，同学们拉帮结派，齐哥是索托邦的老大，他老爸是黑帮大佬，这边是特工组、中情局和富商的后代，另一边是布兰妮带领的女子啦啦队，是一群白人暴徒。而秩序盟的老大名叫威利。小凡指向沙亚那边，老鼠说他们是岛国黑木会，沙亚是他们的老大。小凡还想打招呼，老鼠拦住了他，说，像我们这种散修，在这里生存是一门艺术，尽量不要跟他们扯上关系。这天，林校长亲自给学生上课，玛利亚偷偷给小凡传小纸条，被林校长第3只眼发现，他生气了。秉承斯巴达的教育理念，要的是绝对的纪律。玛利亚被一杖打断了鼻子，而对于玛利亚来说却是小儿科。纸条上说，齐哥想杀他。小凡有点慌。下课前，林校长还布置今天的作业。小凡唯一能想到的该死的人，就是流浪汉中的霸主犀利哥。他杀害了不少无辜的流浪汉，但小凡知道自己做不到。更可恨的是，当初沙亚带他来这里只是校长给的作业。小凡找到沙亚，说孤儿院的人不是他杀的，现在齐哥想杀他，怎么办？沙亚表示同情。小凡第一时间逃，玛利亚却不想错过他，不知道他身负杀名是假的，装可怜利用小凡。小凡还是太年轻了，找到齐哥就是一炮。刚进新手村就想挑战波士，下场只有一个，差点被杀，是林校长及时阻止。小凡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而林校长没想放过他，让秩序帮老大威利拦住他，一起去完成作业。小凡带他找到了犀利哥，威利貌似猛虎心有羔羊，他下不了手。他告诉小凡，他是个和平主义者。犀利哥发现了他们，两人反过来被追杀。为了救威利，最终小凡出手了。这是小凡第一次制裁凶手。他迷迷糊糊跟威利回到暗杀学校，校长正等着他。小凡问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林校长就编了一个小故事，说自己的妻女当年被车撞死，凶手逍遥法外，被他亲手制裁，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。林校长一步一步地引导小凡，其实也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也只是一颗棋子。一群学生突然中了陷阱，被关了起来。通风口吹出了毒气，这是暗杀学校的考试。考试失败的下场只有一个。广播响起，出了一道谜语。他们必须在5分钟内到达植物室，并解出谜语，不然全都会死。维克托使出洪荒之力，铁门纹丝不动。小凡拿过布兰妮的发夹，用他18年的手艺，轻松将门锁打开。所有人小心翼翼向植物室进发，他们知道路上还有未知的考验。小凡不小心踩中了机关，通道降下一道闸门，还出现了2个学校执法者，阻止他们通过。所有人不得不通力合作。背水一战，威利谎称自己制裁了犀利哥，顶替了小凡的成绩，免除这场考试。林校长正在询问他当时的细节。这边，齐哥等几人打倒执法者，穿过了闸门。
门，沙亚和小凡合力打倒令人，在最后一刻也通过闸门，没有通过的只能等死。来到植物室，这里摆满草药，是小凡解开了谜语。Fish. 小凡已经毒发全身麻痹，艰难伸手想拿解药，奇哥在倒下之前却想拉着小凡一起死。而幸运的是，玛利亚奇迹般的还能动，她第一时间吃下解药，发现有效后，也帮其他人喂下。当她看着奇哥时犹豫了下，但最终还是给他喂下。凯旋而归的人不多，更多的已经死在考试中。沙亚是玛利亚的闺蜜，她跟玛利亚坦白，她想利用小凡去杀奇哥，想要自由。当年玛利亚的爸爸偷了奇哥爸爸的食物，全家被杀，是奇哥保下了玛利亚。现在如果离开奇哥，肯定会被追杀。今天同学聚会，小凡和老鼠来了，沙亚也在，而玛利亚却被奇哥带到别的地方。画面很是温馨，但这都是假象。这时，老爸的生意伙伴路人甲出现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这边，老鼠在沙亚的鼓励下，壮着老鼠胆跟苏美人表白。苏美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想说你是个好人，却说不出来。老鼠想去给他倒杯水，苏美人趁机赶紧溜走。玛利亚和奇哥准备回学校，路人甲一起上了车，被奇哥一枪解决。这是老爸交给他的任务，他带着玛利亚见证这一切，是想警告他。他已经知道玛利亚想利用小凡来杀他，他愿意原谅他，只要以后乖乖听话。这天，沙亚跟林校长汇报，犀利哥是小凡制裁的，但孤儿院的人不是小凡杀的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三人潜入屋子想要营救人质，一不小心就给跪了，场面有点尴尬。Count ahead the fun. There's nothing sweet. 沙亚、小龙问路直接入场，绑匪人高马大伸手以一人之力将三人放倒，而最后反败为胜的关键，竟然是一条电话线。一个真正的杀手必须懂得随机应变。绑匪突然喊停，原来这只是一场测试。绑匪是暗杀学校的战老师，随后便跟他们讲解一些对战的理论，非典型战斗术。而小凡得到了战老师的肯定。在吹镖课上，沙亚的表现非常优秀，而小凡的表现更是超出预期。维克托很热心，想要辅导苏美人，他想邀请苏美人参加过几天的化妆舞会，苏美人没有答应。而布兰妮似乎对维克托有想法，跑去威胁苏美人，敢去参加舞会就要她好看。而苏美人受不了这种气，回头便答应了维克托。维克托开心的像个小媳妇。这天心理课上，给他们授课的老师竟然是被学校关押着的连环杀人犯 K。今天的主题是愤怒。小凡说，他最痛恨像 K 这样无故杀人的人渣，差点让 K 暴走，是执法者阻止才和平收场。话说学校的老师还真不少，而化学老师为学校工作了几十年，今天提出了退休。他发现学校的理念原来是错的，在过去几十年害死了很多学生。林校长没办法决定，穿过狗洞找到隐藏在背后的大佬高老师，同时他还是林校长的妹妹。高老师说，化学老师的行为等同于背叛，给林校长下达了诛杀指令。一杯加料的送别饮料摆在化学老师面前，化学老师洞察了一切，两人一大把年纪扭打在一起。林校长一个不留神就被捅腰子，随手用拐杖来了个过肩摔，压在化学老师身上，用出吃奶的力气想要解决化学老师，而最终林校长下不了手，毕竟是相处了几十年老同事。化妆舞会上，苏美人和维克托在舞池中放飞自我，回头想要找个私人小空间，却遇到了布兰妮。维克托只是个散修，帮派的人办事他只能退避。苏美人非常有个性，特别是她化的妆。布兰妮给苏美人卸妆，把她打扮成了小黄鸭，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。她和小凡几人平日里比较亲近，小凡决定替她报仇。回到舞会，用刚学的吹镖技术看准了吹，镖上还擦了药。维克多瞬间出现幻觉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苏美人也向布兰妮吹出愤怒的一针。奇哥出现，对小凡大打出手，威力站了出来。奇哥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林校长又及时出现，控制了局面。另一边，黑幕会的小白脸收到信件，他是沙亚的哥哥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，他的哥哥打算对沙亚动手了。他是岛国黑幕组的大小姐，父亲是个暴君，曾命令亲哥哥将他打得满地找牙。他逃离了那个冰冷家庭，来到暗杀学校，成立了黑幕会。几个学校的刺头被带到图书馆，林校长收缴了他们的武器，他们将被关禁闭24小时。图书馆连接着学校另一个出口，街角的一家餐厅。林校长离开时，小白出现，他一直关注着沙亚的行踪。很快，两个面具男出现在餐厅，黑幕组要抓沙亚回去，保安很淡定，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。另一边，小凡几人在图书馆里自己玩自己。苏美人建议去楼顶的藏经阁看看，小凡靠他18年的手艺将门打开，通过楼道避开执法者，来到顶楼，打开门进入藏经阁。毕竟还是一群小屁孩，在这里他们玩起了过家家、模拟对战，还有云霄飞车。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。两个波忍面具男出现，保安应该是下班回家了，几人合力对敌。没过一会，局势就一边倒，维克托身中一刀，苏美人被打倒，被对方砍伤。沙亚走神，中了一脚直接给跪了。当刀子架在脖子上时，他知道对方目标是自己，喊大家快走。当大家逃走后，便推开刀跟上大家。奇哥想找执法者救命，却看到他已经进入东门，只能继续逃。回到图书馆，大门拦不住面具男，他们很快就会闯进来。奇哥想把沙亚交给他们，小凡不同意，就算同意，他们一样会被灭口。这时，奇哥意外发现一条逃生通道。奇哥走后，小凡也发现了，穿过狭窄的通道进入地下通道。当追上奇哥时，奇哥却把通道的门堵上了。奇哥永远是那个背后捅刀子的人。
小凡和沙亚只能另找出口，而沙亚决定跟他们走，不想连累小凡。小凡拦住了他。这时，面具男出现，直接把小凡拍到墙上，脑袋嗡嗡的。沙亚也被放倒，直接抬走。按照导演的尿性，关键时候少不了林校长，他来了。林校长一眼看出对方很强，战力跟自己不相上下，2对1有点难搞。这时，小凡赶到，平底锅偷袭，沙亚醒了过来，3对2战局扭转。林校长这边你来我往，僵持不下。小凡灵活走位，不断拉着沙亚，看准机会突击。关键时刻，小凡控住对方，沙亚大招将对方带走，拿下面具一看，竟然是哥哥，但已经无法挽回。执法者赶到，另一个面具男果断撤退。这次意外死了很多人，而苏美人和维克托很幸运活了下来。他是拉斯维加斯最靓的仔，只用一个硬币就摇出了大满贯，而天降横财却又见插话术。保安把他带到了办公室，看着手里的假身份证，保安很硬气。I'm gonna take the money and the fake ID, and you can go and screw up out of my casino. What do you say? Yes, please. 就在昨天，老鼠回到学校全身是伤，周末回家又被烂赌鬼老爸给揍了。小凡决定陪他回去理论。这个周末他们一起来到拉斯维加斯，小凡和老鼠住进了客房，老鼠的老爸也是这里的常客，就住在隔壁。老鼠过去找他老爸，没一会，小凡听到声音也走了过去，看到老鼠父子2人动起手来，小凡条件反射过去帮忙，被他老爸打倒，压在沙发上。老鼠过来阻止，混乱中，小凡砸出烟灰缸，一脚踹倒他老爸，却出了意外。老鼠看到倒在地上老爸，他哭得像个孩子。小凡不小心把门反锁，2人回不了房间。老鼠去找沙亚问下有没有钥匙，而小凡就去找玛利亚，意外发现玛利亚拿着护照要离开，他要逃离奇哥的控制。临走之前，2人想留下美好的回忆，却被奇哥撞见。奇哥眼冒绿光，直接掏枪，2人迅速滚到床下躲开。玛利亚跳出来拖住奇哥，小凡趁机溜走。奇哥枪口对准小凡，又被玛利亚一扇阻止。随后玛利亚被一拳打倒，奇哥追着小凡撞进了超市，玻璃散落一地。小凡就地取材想反击，但是改变不了被虐的命运。小凡被打晕，拉到巷子里。奇哥把枪放在地上，给小凡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。他吃定了小凡。这时玛利亚几人赶到，老鼠问奇哥能不能给个面子，把小凡当个屁给放了。奇哥直接把他给捅了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给面子。威利在背后趁机拿起了枪，想吓走奇哥，而奇哥早就看穿了一切，知道威利不敢开枪。果然，威利认怂了。奇哥抢过枪，把枪口对准小凡。玛利亚出手了，很久以前就想这么做了。奇哥的时代结束，但玛利亚并没有脱离控制，他和小凡一起回学校。如果逃走，奇哥的家族和学校都会追杀他，而就算不逃，他也是第一嫌疑人。高老师对他进行审问，玛利亚靠着精湛的演技和早就串通好的说辞，没有露出破绽。沙亚也被审了一遍，虽然没有露出破绽，但危机并没有排除。小凡和玛利亚不敢公开恋情，每天胆战心惊，除了应付学校，还要应付奇哥家族的人。幸运的是，奇哥家族的人带来消息，那天是小白给面具人开门的，他们认为小白想害奇哥，奇哥失踪跟他脱不了干系。这个女孩眉清目秀，是暗杀学院一名优秀的杀手，但她却有病，间接性情绪大波动症。小凡倒了8辈子血霉成为她男朋友，差点交代在她手中。恋爱中的玛利亚觉得爱情治愈了她，药毒不用吃了。沙亚却很担心。But Maria, you have to take your medicine. 这天晚上，小凡几人在天台看星星，玛利亚来了，拉着小凡要跳舞，情绪高涨，对其他同学也表现得非常热情。大家突然就不懂了，这不会是中了彩票头奖吧？这时，玛利亚拉着小凡就啃了起来。沙亚知道他是发病了，赶紧拉着他离开。而刚才还情绪高涨，这会回到房间就拿着爸妈的照片哭得稀里哗啦。沙亚忍不住把玛利亚的病情告诉小凡，希望能一起想办法帮玛利亚。说着说着，无声的对视超过了3秒，要说你们没点什么鬼才行。这时，沙亚在小凡眼中看到了杀机，神乎其技，伸手一抓，一支暗箭停在小凡面前。小凡去追杀手，而沙亚却没有动，因为杀手正是玛利亚。小凡抓住玛利亚也惊呆了，怒吼道：“你这丧心病狂的女人，我要和你分手！”玛利亚赶紧解释，是害怕小凡被沙亚抢走才这么做的。她知道自己有病，以后一定按时吃药。有一种爱叫做包容，小凡还是选择了原谅，当然他的爱也得到了回报。以下画面省略3秒钟。这天，奇哥的老爸阿波罗来到学校，他是黑帮家族的老大，他以为玛利亚真心爱着自己儿子，留了他一命。但如果儿子真的死了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人，包括监护人林校长。回头便给玛利亚下命令，目标是小白。小白晚上参加聚会，酒过3巡，迷迷糊糊想上厕所，小丑女玛利亚突然出现，铁扇一闪，小白瞬间被带走。阿波罗的意思是宁杀错不放过。第2天，小白的事就传开了，同学们议论纷纷。沙亚看到伤口，知道是玛利亚。玛利亚来找到沙亚，想告诉沙亚小白出卖了他，他杀小白是在帮沙亚。话还没说，奇哥的小弟便出手偷袭。沙亚认为玛利亚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沙亚解释也没有用，2人误会再次加深。随后执法者到场，同学们被赶回宿舍，林校长也做出决定，在找到凶手之前，所有人关禁闭。奇哥的小弟坦白，这一切都是阿波罗安排的，面具男事件，沙亚是导火线，必须死。
小凡夜里偷偷来找玛利亚，想了解下情况，却被林校长发现，抓起来审问。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，但这并不能让小凡开口。林校长有的是手段，放映了一段小凡童年的录像，并告诉小凡，如果不说，就会把他赶出学校，失去刚刚得到的友情，失去这个家。小凡最终会坦白吗？女孩一身杀气，手拿铅笔走向另一个女孩，而对方早有防备，闪身后马上反击，两人出手狠辣，以命相搏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死。高老师带着执法者赶到，阻止他们，然后他只是带走了玛利亚。在他眼中，所有的事都是玛利亚引起的，他要除掉这颗毒瘤。兽医黑木会沙亚的手下暗中动手。高老师和林校长是兄妹，父亲立志将家族奉献给绿色神殿，一个以杀止杀的工会。高老师在8岁时就被送到绿色神殿训练，回来后便成为暗杀学校的掌权者。林校长想要给女儿奈娜全新的生活，对外宣传妻女被车撞死，把他们藏了起来。林校长从小凡口中得知了全部真相，将七哥的死推到小白身上，死无地证，对阿波罗打感情牌，说自己也失去了女儿，能理解阿波罗的心情，一切总会过去的。阿波罗被说服了，不再迁怒其他人。当沙亚的手下要对玛利亚动手时，沙亚赶到，手下有高老师撑腰，不太听话，被沙亚3两下放倒，撂下狠话后离开。原来是林校长告诉沙亚真相，让他来救玛利亚的。虽然误会化解，但两人的感情却出现了隔阂。林校长保住了学生，但他的女儿却有危险。高老师无意中发现娜娜，这天他对林校长说，学校发生了2件命案，他必须把娜娜带走，献给绿色神殿才能保住学校。绿色神殿有入殿测试，不能通过就会死。林校长急了，派维克托和布兰妮去接近高老师，找机会解决他。两人却直接投诚，把林校长的计划告诉了高老师。另一边，小凡几人再次聚到了一起。 I can't lose you. Come on, man. 小凡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，火烧孤儿院的凶手是小凡的室友阿鬼，七哥的尸体在他手中。阿鬼要求小凡3天内找到他，不然就把真相公开。阿鬼是个爱狗人士，只要看到有人欺负流浪狗，他便会给狗狗出头，直接下杀手，然后拍照发到网上。这样做是因为阿鬼是个缺爱的小孩，长大后心理扭曲，希望通过杀人得到别人的关注。为了对付阿鬼，他们来到地牢找心理老师。杀人狂 K 非常专业，通过分析，他们找到了一家流浪狗收容所。可以说，那些要丢弃狗狗的人就是阿鬼猎杀的对象。阿鬼肯定在这附近哪个地方蹲着。很快，他们便找到了阿鬼。阿鬼让表弟先上，被 K 秒杀。阿鬼很疯狂，但他并不傻，这人他惹不起，转身上车就逃。男人掏枪对准小女孩，妈妈马上站了起来，用身体挡住了子弹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林校长给沙亚下达命令，晚上去保护自己的妻女，他要正面对抗妹妹高老师。而就在昨天，阿鬼和一般可爱的亲戚霸占了别人的房子，房子主人被打扮成宠物狗关了起来，找到机会后就逃。房子周围布满陷阱，最终没能逃掉。沙亚追踪到了他们，回来和小凡商量，计划解决阿鬼，从他手上拿到齐哥的尸体，保住秘密。行动也是在今晚。最终沙亚还是决定帮小凡。 Ready to do this? 这边林校长见到高老师，布兰妮和维克托当面拆穿林校长，林校长叛徒罪名成立。高老师对这个哥哥表示很失望。 I'm disappointed. 这时高校长得意地笑了。高老师发现被套路了，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躲开偷袭加扳机，落地后徒手抓刀打倒林校长，果断逃走。林校长回到家，阿波罗正等着他。齐哥的事被阿波罗知道了，消息来源除了高老师没别人。阿波罗掏出枪对准了妻子，林校长试图解释，也许有挽回的余地。阿波罗又把枪对准了娜娜，林校长打了一个眼色，妻子秒懂，一脚踹断了椅子。妻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瞬间放倒一个，林校长挡住一个，而阿波罗起身又把枪对准了娜娜，妻子马上用身体挡住。林校长亲眼看着妻子被一枪打死，娜娜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叫声。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，林校长用肉盾挡枪，抱起娜娜逃走。来到唐人街菜市场，这里是学校的入口。阿波罗开车在后面荣追不舍，路人和林校长同时中枪，硬撑着穿过菜市场。学校保安伪装的屠夫突然出手，拦下阿波罗的小弟，给林校长争取了时间。最终屠夫被阿波罗的金牌手下乱枪打死。林校长穿过暗门逃走，金牌手下跟丢了。这时阿波罗收到了小凡等人去找阿鬼的事，开车带上金牌手下出发。这边小凡按下按钮炸开大门，沙亚从2楼潜入，老鼠和苏美人殿后。小凡和同学赛亚人打前锋，进屋后发现根本找不到人。沙亚破窗而入，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。当放下警惕时，却看到桌上的烟头，坏了，是个陷阱。赛亚人被铁链拖走，沙亚被躲在衣柜的小卡被偷袭，一时大意被扣住了手指。这边躲藏着的表亲对小凡发起攻击，小凡狼牙棒在手，无所畏惧，疯狂收割这帮小可爱。赛亚人被电锯人追杀，电锯人不小心把了路人，滑倒后送走了自己。小凡两人推倒冰箱挡子弹，躲在后面。阿鬼终于出现，阿鬼将他引到地下室，小凡追了过去。赛亚人打野兔在2楼，沙亚眼看就要被杀，玛利亚却无动于衷，他又发病，认为沙亚要跟他抢小凡。沙亚挣脱后成功反杀，一气之下和玛利亚打了起来，谁也没让着谁。
突然，阿鬼的八大姑拿着三叉戟冲了过来，刺中玛利亚，把她推到墙上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大头巨婴。沙亚被一拳打倒，玛利亚拼命反抗，成功反杀。大头巨婴很伤心，掐住了玛利亚。沙亚回来给了他一刀，救下玛利亚。巨婴再次起身，一拳打飞沙亚，一脚正要踩下，脖子就中了毒针。是老鼠赶到，又吹出一针，基本没用。老鼠被追着跑，关键时刻一个硫酸弹救了老鼠。苏美人出的手，老鼠看着女神只想说我爱你。老鼠回头便救下赛亚。玛利亚冷静下来后，让沙亚去帮小凡。沙亚不再相信友情，决定不干了，避走了之。地下室里，小凡被阿鬼按在地上摩擦，小凡伸手放出了小黑，阿鬼最终死在心爱的小黑手里。小凡拿到齐哥的尸体后，与玛利亚会合，两人正准备离开，出门便跟阿波罗撞个正着，想要活命似乎有点难。另一边，林校长中枪失血过多倒下了，高老师再次出现，带走了娜娜，前往绿色神殿。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我们第2季见。